先生脾气糟糕又龟毛，可是不得不承认，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帅哥，而且热爱运动，生活作息规律，工作认真负责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没有不良嗜好。相处久了，会发现他性格其实也蛮可爱的。最后，重点是，他真的长得很帅。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脑海在谱写旋律，弹奏属于奇妙的相遇，慢慢掉入陷阱，抛弃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，反正说不定更拉近奇妙的关系。你的笑像夏日风景，悄悄蔓延住进了心里。原来打开心扉，发现口是心非，发现你也在准备说出那一句也愿意，那就用力握住你的掌心。一夜爱的定义，一个奇妙相遇，演变成甜蜜，原来我们命中注定。想太多道理，不如勇敢的靠近，就可能变成梦境。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脑海在谱写旋律，弹奏属于奇妙的相遇，眼神慢慢靠近。怎么不行啊？你吃醋啊？周建清，怎么你也在这儿？小川哥，好巧。你干嘛？你谁啊？你跟他说说，我是谁？他是谁？我朋友。朋友？再说一遍。还是我房东。房东？哎，你把我女朋友放开！她是我未婚妻。未婚妻？哎，我们出去说。顾总，你这是哪儿找的女朋友啊？还一拖一啊？附赠了个未婚夫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慢点儿。所以所谓的庆祝，就是跟不清不楚的男人出来吃饭。什么不清不楚的男人？那是我师兄。什么样的师兄需要你这样跟他卿卿我我的？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？我假扮他女朋友，我要不演亲密点，怎么应付他那劈腿前女友啊？你倒好，当众把我拉出来，我没帮上忙还给他添乱。你是忘记我们的协议了是吗？你现在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，你跟其他的男人吃饭，别人怎么看我？那你今天晚上背着我和江锦玄约会，你就没有想过别人会怎么看我？背着你，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，用得着背着你吗？对，他温柔又识大体，他是你最好的工作搭档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有他在，你干嘛非要找我当你名义上的未婚妻啊？一个是工作搭档，一个是协议未婚妻，您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，他是陪你打江山的工作伙伴，我只是欠了你200万，跟你随便签了一份协议的债户。
那你最好记得，以后也别做这么没品的事儿。又不是没有原则，任由呼来唤去。做人的原则，那你就该去找江金璇那样的女人结婚。我不像你们，有梦想，有情怀，有资本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要养活我自己，我还有债要还。你觉得我廉价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我有的选吗？你们这些说空话的人可以替我活吗？放手！别管我！还在闪烁，为了你的许诺，恋恋不舍，所以想念更苦涩。慢慢熟悉的磨合，盼爱梦里缓和。对你深深在意。你放开我！别生气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恰巧从这里路过，正好听见了你和顾南州。你听到什么了？我听见你欠了他200万，为了给他还债，还签了协议，假扮他未婚妻。你必须给我保密啊！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要是我违约了，我就赔惨了。你怎么欠他那么多钱啊？200万，那可不是小数目。说来话长，你别问了。一提这事儿，我也烦着了。你为了给他还债，去假扮他未婚妻，那顾南州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他压根儿就看不上我，我就是借住在他们家的租户加债户。没关系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青青，你们这关系也太狗血了吧？那电视剧都不敢那么演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调侃我？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算了，没胃口。你想啊，火锅、烧烤、小龙虾，你想吃什么都行，我请客。好了，走吧。南州，你没事吧？哦，对不起，把你生日搞砸了。没关系。生日快乐！谢谢你啊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了。走吧。刚才青青是在跟别人约会，你也别怪他，毕竟他只是个大学都没毕业的孩子，玩心重也正常。虽然只是暂时假扮，但是一旦被什么熟人看到的话，也会给你带来不少麻烦的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就算假扮未婚妻，也该找个稳妥的人。你当时就是太草率了，不然这个忙其实我也可以帮你。你管好星云的事务就可以了，我的私事儿我自己会处理。南州，以我们俩的关系，别说了。南州，你今天看起来很累，要不要上去坐会儿？我给你准备安神茶。不用了，
我现在只想回家睡觉。那你回家开慢点儿。好。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怎么了？你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是谁给你发的照片？谁发给我的不重要。你别误会，他只是瞎帮忙。我知道，替学长假扮女朋友，替朋友撑场面，对吧？这个月，他不光去漫画公司兼职，还要一边上课一边送外卖，替人遛狗、送花、当家教。他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给他的债主顾南州还钱。妈，你这怎么，无话可说了？你怎么不跟我解释解释，他为什么要问你借钱？你们俩为什么要协议结婚？我也不想那样，但是这么说，你们俩真的是协议结婚？难道还是因为那份遗嘱吗？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你不要管你爸怎么想。妈，不是因为我爸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我喜欢他。所以，你借钱给他，跟他协议结婚，就是为了用债务把他绑在你身边？不是。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喜欢。我喜欢他。天，搞了半天，你小子是因为追不到人家，所以才想了这个损招啊！哎呦，这脑子怎么那么笨呢？青青这孩子是讨人喜欢，可是我看着他也不是那么难搞定的呀。他挺难追的。哎呦，傻儿子，来坐下。追女孩子这种事情，像你这样直来直往肯定是不行的。哎，跟妈妈说说，你们俩进展到哪一步了？哎呀，妈妈好给你出出主意。用不着。那你自己能搞定啊？听我的。追女孩子这种事情呢，是不能够那么直接的，要迂回，要有策略，要有技巧。好，好，好，知道了，都听你的。芊芊啊，阿姨，您还没睡啊？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？快坐下歇会儿，吃点水果。好。芊芊啊，我听小周说，你的漫画好像入围什么奖了。我本来想今天多做点菜，等你回来了，好好给你庆祝一下的。我晚上跟朋友出去庆祝了。出去庆祝，怎么不叫上小周呢？你们俩吵架了？没有，我改天再和他庆祝。真的没有吵架？那小周今天怎么一脸气冲冲的回来啊？好啦，你就不要替他掩饰了。
我自己的儿子我最清楚了，女孩子跟他在一起啊，哪有不吵架的？不是，吃水果。琪琪，那你觉得小周是什么样的人？认真工作，执着热情。还有呢？长得帅，身材好，然后呢？心肠不坏。你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就发现了这些啊？你有没有觉得，其实小周这个人啊，是嘴硬心软，嘴上毫不留情，可是碰到关键的时候，他还是非常贴心的。好像是挺贴心的，而且他脑子特别聪明，遇事冷静决断，而且很有条理，绝对是干大事儿的人。这个说的没错。还有，他一旦认准了目标，就绝对不会放弃，无论是对待事业还是爱情，而且咬死不松口。那你对他有没有一丢丢的崇拜和敬佩啊？其实小周可爱的地方比这些多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小的时候手工做的特别好。进幼儿园的第1天，他就给我做了一张贺卡，上面写着“妈妈我爱你”。哎呦，梦得我心都快化了。他还会做这种事啊？而且他非常细心，注意到幼儿园的玩具没有摆好，他就自己默默收拾整理了。原来他从小就有强迫症，他还超级有爱心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小的时候只要一下雨，他就跑出去给流浪猫撑伞，结果自己淋成了落汤鸡。妈。啊，小周啊，我正好跟青青在聊你的事儿呢。都几点了？快睡吧。这不才10点多吗？还早呢。快回屋睡吧。青青啊，今天你就早点休息，我们改天再聊。好，阿姨晚安。晚安。那个，其实我今天看到那个男的，你师兄，他那样又在我同事面前，我就别说了，我不说了，你睡吧。被赶出来了。我就出来喝杯水。别装了。不过说实话，你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你会让别人。都说了不是。哟，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儿，让人挺好的。你呀，就是这些年活得太紧绷了，都快憋出病来了。其实我觉得，你跟青青在一起挺好的，最起码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所以，就算最后没有结果，妈妈也会支持你的。谁说我没结果了？不是，他明显对你没开窍嘛。你说你也是，整天冷着一张脸，人家又不欠你钱。
是他是欠你钱，可你也不能总那样吧？有什么话不能总是憋在心里，闷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呀？好了好了，我也不跟你叨叨了。你呢，就好好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帮妈这儿媳妇拿下。哎呦，我累了，我先去睡了。你也早点休息啊，晚安。晚安。你给我好好道个歉，我就原谅你。对不起，今天是我过分了。那你得给我买1个月的零食，当补偿。好。那，你以后能不能别再假扮别人女朋友了？我不是觉得丢脸，我只是怕，万一是坏人，会有危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回屋睡觉吧。你脸上怎么了？哦，我那天不小心磕了一下。我之前没联系你，你没生我气吧？没有。没有就好。我爸妈都说啊，你是特别懂事的女孩子。我看他们没说错，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特别适合娶回家做老婆。聊什么呢？怎么都聊到娶老婆了？轩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好朋友约会，我不得替他来把关呢，省着你遇到渣男。你不是说跟他不熟吗？我们什么时候说过不熟啊？上次我只是说他是我们店的 VIP， 我现在都不在那家店了，我们就只是朋友关系了。你辞职了？这还得多谢你这位朋友呢。夏夏，要不然我们回我家吃饭吧，刚好我那个姑姑和姑父都在。他不想去。你凭什么替他做主啊？你是他什么人？他是我妹妹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。他谈男朋友我不管，但是有一点，这人绝对不能是人渣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们之前见过吗？当然见过。他脸上那伤还是拜我所赐的。我说呢，一见着我就跟个疯狗似的往上咬。原来你们是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。你别胡说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？他对我这样，普通朋友？我回去就跟我妈说，
像你这种看着特纯情的女孩，信不得。谁知道她背后都干些什么事儿呢？你再说一句，我把你打的话也说不出来，你信不信？我说怎么了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们要没关系，你这样护着她，轩哥，你们别打了，轩哥，我们走。苏有夏，临走之前，我也嘱咐你一句，像他这样的男的我见得多了，你也别觉得他对你有多真心。他一厨子跟了你，一下子少奋斗多少年啊？他图的不过就是你家的钱而已。我好心劝你，你居然打我！富家傻女配凤凰男，绝配呀！这些照片，我会同步给夏夏的父母。你要是想让你父母跟你那些不清不楚的姑娘都收到这些照片，你就接着在这给我横。走。你以后交朋友能不能睁大点眼睛，找点正常的男人？是你让我跟他们交往的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？再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重要吗？你和我父母都一样，都说着为我好，让我多接触点海归精英，以便为我的未来铺路。可有人问过我想要的是什么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接电话呀！我不想接我爸妈电话，我也不想去应酬。随便你吧，说吧，现在想去哪儿？走。轩哥，你记得吗？你18岁那年拿到了 offer， 要去国外念书。你走之前，你、我还有青青，我们3个人一起玩了一下午。那天我们3个人拍了一张合影，那是我手里唯一一张你的照片。我偷偷留了好多年。那天我一直在想，要不要把心里话告诉你。可是我一直等到你和青青都回家了，还是什么都没能说出口。后来我哭了一晚上，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怂了。这个是我这些年想对你说的话。也许触及真心的感受不适合说出口，却都变换成笑容，随时尝一口。Put my life in your life， 当看到雨中的你，只想贴心抱紧。周子轩，冰冷的心态，我喜欢你。直到你空降而来，我可以对这世界更温暖。喜欢你很久了。灰暗的云霾也被时间都解开。某一天，明白什么？像他这样的男的我见得多了，你也别觉得他对你有多真心。他一厨子跟了你，一下子少奋斗多少年？他图的不过就是你家的钱而已。对不起，苏有夏，我什么都给不了你。
我也喜欢你，可我不该喜欢你。可我不喜欢你。我知道，可我还是喜欢你。把这个留给能让你幸福的人。阿姨怎么突然回去了？还让我多发现你的优点。你不会把她赶走了吧？那要不然我再把她叫回来。周小姐，您的快递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脑海在谱写旋律，弹奏属于自己。在偷偷的配合，像误会把隔阂逼退到了角落。可不懂我们这是怎么了，因为还在闪烁，为了你的许诺。恋恋不舍，所以想念更苦涩。慢慢熟悉的磨合，盼爱梦里缓和。对你深深在意，哪怕是徒生距离。也许有种眷恋，已经超越过光阴，穿越茫茫人群找寻着你，心跳起伏着勇气，想为